出那个手指，而且呢，我们手的那个动作可以做非常多的动作所以呢，我们算是在地球生物里面呢，用手用的最好的，因为你看我们的那个手指呢，可以组成很多动作，所以也可以处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OK， 就比如画画就好了，就是我们可以拿笔来画画，就是讲在地球上面呢，这个生物里面，我们是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手可以做很多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本身的动作呢就太过复杂了，所以呢，不是说你要真正会学会画手呢，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因为它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呢，我就把它分成8个部分OK。好，在这边呢，这是我的那个图画纸，我就把它分成8个部分。这8个部分呢，我就画出不一样的那个动作的那个手。好，但是在这边呢，我会先解释这个手的那个构造先。OK， 好，就是你会看到呢，我们手呢是由最大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掌心通常呢，我会在这边呢画一个圆圈，或者是画一个四方形也可以。OK， 圆圈或者是四方形，这就代表呢这个人物的手掌的范围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会在这个圆圈或者四方形的中间 ，OK， 平时我就习惯了画一个十字线，这样子我才可以知道它的位置。我就会在它的中间呢画中指 ，OK， 这个是中指。好，这中指呢，你会看到呢，就是最长的，在我们的手里面呢，手指里面是最长的 ，OK。但是它有多长呢？基本上呢，它就是整个手掌的差不多一样的高度 ，OK。如果你的手掌是这么阔的话，这么宽的话呢，那中指呢也是差不多是这么宽，它的长度 ，OK。好，画了那个中指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要确定我们的手是在哪一个部分，因为我们有左手还有右手 ，OK。现在呢，我们是画手，也就是掌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中间的掌心是对着我们的 ，OK。所以画中间的这个中指呢，是可以确定你的这个手指的位置是在哪里。好，所以到现在呢，我现在就要画另外一只手指了，也就是食指。食指呢，它的阔度呢，其实和中指呢是接近，但是呢，它当然是会比中指还要短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到无名指。无名指呢和食指呢也是差不多接近长短。OK， 食指也是接近的长短。好，然后就到尾指。尾指呢是最短的，也不是最短，它是最小的手指。OK， 所以呢，它通常是在最尾端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5行3的画法，就是一个手掌的画法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呢，我现在画一个十字线的这一个部分呢，这个就是我所讲的是拇指的那个肉，所以在这边呢会比较有质感的，就是你会摸到，就是好像有一块很厚的肉在这边。OK， 这边呢我就不讲那些指纹了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那些指纹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在拇指这边呢，它就会有一个这个就是拇指的部分。OK， 拇指的部分呢，它就是1个到2个关节罢了，1和2的关节罢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拇指呢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买保险的话，你保的保险最高的呢，就是拇指了。
因为拇指呢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，比如我们要握住一个东西的话，我们就需要靠拇指。就像你拿笔的话呢，拇指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没有拇指的话呢，拿笔都拿得很困难。就算你有4只手指的话 ，OK， 所以拇指呢是非常重要，但是它也是最短最肥的一个部分 ，OK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看这个食指跟中指、无名指，还有那个尾指 ，OK。我们在这个中指的中间呢，把它分成2段，然后3个结，2段3个结，每一个都是一样。这个是食指，我们也是把它分成3个结，2段 ，OK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关节呢是在这一边、这一边，还有最下面这一边 ，OK。所以我们的关节有这个3个结的话呢，你才可以把那个手指整个可以做出更多的动作。但是拇指呢，它就只有2个关节 ，OK， 2个关节，但是它的动作呢是依靠这个我们叫拇指的肉的这个部分 ，OK。然后你会看到呢，这个尾指的旁边呢有一块，但是不大明显的，这个就是尾指的一个肌肉 ，OK。这个是拇指的这个肌肉，所以这个尾指的肌肉呢，也是控制那个手指的部分，对，尾指的部分 ，OK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手指 ，OK， 手指呢就代表它的关节，就代表里面呢它的骨头呢就是跟着它的那个关节，对不对？啊，跟着关节，所以呢2节。3个节2段，然后在这边还有1段 ，OK。但是你要注意了，我们的手指的骨头呢，其实是4个关节的 ，OK。你会看到1、2、3，这个手指1、2、3，但是呢，接下来呢是4，这个4呢是隐藏在那个掌心里面的 ，OK， 掌心里面。所以你会看到呢，我们的手指呢是4只骨头组成的啊，中间这个掌心呢不是整块都是骨头，不是整片的骨头，其实呢它整片的骨头是在下面这个部分 ，OK， 下面这个部分呢就是整个骨头的，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它的那个从它的这个骨头是就是长起的，所以它总共有4个节，一只我们的手指。而拇指呢就不一样，拇指呢就是2个节的一个状态 ，OK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手指的基本的一个形状。你会看得到呢，就是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掌心呢，虽然是扁平的，可是这个掌心呢，它是可以在中间有一个可以弯的一个度，看到吗？其实我们手指是这样子弯，你会看到整个都是扁平嘛。但是其实我们的那个中间的掌心呢，是可以有一个关节弯进来的，所以我们通常呢在这边呢就会有这个我们讲的掌纹。其实掌纹呢是因为我们的关节而引起的一个纹路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拿来算命也是可以啊，但是基本上呢，是因为我们的关节的关系呢，所以呢，它才会制造出一个纹路 ，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手掌的一个画法。在这边呢，我就把它画清楚一点。等一下呢，你们才画这个手的部分，你先听老师解释完，然后呢，过后你们才开始画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呢，我把那个手再重新的把它画出来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拇指的地方关节。OK， 这关节呢是
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把它画出来。OK， 所以在草稿或者是接下来画的那个角度，还有不一样的角度呢，都是要把这个关节画出来。OK， 开始了我是用四方形的，过后呢我就用圆形的来画它的那个头的部分。OK， 就是手指头的部分。好 ，OK， 所以你看这个图的脉络呢，就好像看那种算命佬的那个通书这样子，就是会看到那个指纹啊，还有那个他的手的一个纹路啊。OK， 这边呢就是我们拇指的一个那个肌肉。然后还有这个是尾指的肌肉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复杂的那个掌纹了。OK， 好，这个是我们从我们的掌心这边看的。OK， 好，现在呢我就转去后面。OK， 我们转去后面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手背。手背呢，一样的，我是画一个圆形 ，OK， 圆形或者是一个四方形都可以。但是你要注意呢，这个四方形呢，就是在下面的部分，就是靠近手腕的部分呢，它会比较瘦一点，它是这样子张开的 ，OK。好，一样的呢，我就先画出中指。OK， 关节，然后就这边我们是另外一边了的 ，OK， 所以这边呢是无名指、尾指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边呢就是食指，食指意思就是我们是用这个手指吃饭的 ，OK， 包括我们赚钱啊、吃饭啊，全部都是用食指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拇指，拇指我先画出一个关节，然后再画出第二个关节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我就把它擦掉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手背的一个样子。OK， 手背的样子你会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指的上半部，也就是手指头，手指头呢就有那个指甲。OK， 指甲呢，到时候我会跟你解释要怎么去画。现在我暂时能画出来给你们看，这个指甲，然后还有拇指的指甲的这个部分。OK，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关节，在这边。OK， 然后呢就有这边呢会比较突出的骨头。尤其是在中指的部分呢，会比较突出，比较明显。然后，无名指跟小指呢，就会没有这么明显。OK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所以你会看到呢，这个。手背呢，当然是会比较扁平的。可是如果你会看到那些比较瘦的那个人呢，他的手背呢就会有比较线条，所以他的线条呢，你会看到这些细微的线条呢，就是粘着我们的那个手指。OK， 所以你看到我们出拳打人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用中指上面的这块。骨头，这块骨头呢是最突出，也是比较硬的一个骨头。OK， 好。当然，如果你看这个手指呢，这个接近是男生的手指。OK， 所以如果你要画女生的手指呢，就不大一样了。因为男生的手指呢，当然是会比较粗犷一点，女生呢就会比较斯文一点。OK。好，这边呢，我现在要画女生的那个手指。第一个女生的手指呢，它会比较修长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会画一个比较修长，你会看到它的那个手臂，
都会比较修长。如果是普通圆形呢，它还比圆形还要长一点。然后它每一只根手指呢也会比较细，然后比较长，长度基本上是不会说特别的长，但是它会比较细一点，所以我会是跟着这个手掌的一个高度来画。OK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无名指、尾指、食指 ，OK， 然后到这边 ，OK， 然后拇指 ，OK，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差别嘛？男生的手跟女生的手，女生的手呢就非常的细 ，OK， 它的每一只手指呢都比较细 ，OK， 然后它的那个纹路也没有这么明显。好，现在我要画它的那个结了 ，OK， 它本身的那个结 ，OK， 然后它的那个指甲呢也会比较尖，它不像那个男生的手呢会比较圆一点，它的会比较尖一点 ，OK， 这是手指，然后拇指呢是最大差别，拇指呢它也没有像男生呢这么粗犷，它会比较细一点。当然呢，这个左边这个男生的这只手呢，它是比较中年或者是他的身体比较粗犷的男生呢。如果是普通的男生呢，比如17、18岁在中学的男生呢，他们也没有这么粗犷的手了，没有这样子短小。但是呢，他也不会像女生的手这么这么斯文 ，OK。所以呢，也有它的这个骨头，但是呢，它的是会比较细一点。所以画女生的手的话，我会尽量用的那个线条呢，就会比较细 ，OK。所以呢，这是男生跟女生的手